从今以后，国之要政，就要拜托出离子和雍大人你等重臣了。微臣不敢。朕坐于宣室殿，如坐针毡，纵目望去，大秦内忧外患，国势崩溃。如今是强敌环伺，百废待兴，而新王弱小，势单力孤。你们看，该作何打算才好？吴王当在位时，关闭四方馆，只用匹夫莽汉，弃用贤良之才。诸公子之乱，又让上君当年所立秦法名存实亡。军队分成无数派系，国家连年外征内战，人丁减少，田园荒废。最大的症结是，有魏、楚、赵、韩、燕等国军队驻在函谷关外，只等瓜分秦国。依微臣看，这诸公子之乱是当务之急。当初诸公子为争王位而相互残杀，如今新王继位，应设法说服他们，以江山社稷为重，臣服新王。函谷关外军情危急，诸国皆通报要向我大秦派出使者，说是入咸阳朝贺，实则心怀恶意，想与我大秦讨价还价。据可靠消息，前不久魏、楚、韩三国就偷偷派人前往雍城，与公子华密谈。有诸国在公子们的后面煽风点火，想让造反的公子们偃旗息鼓，只怕得大费周折。列国本打算让我们秦人一味自相残杀下去，然后不费吹灰之力便可瓜分秦国。但如今新王继位，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，自然是要赤膊上阵。如此看来，这内忧外患彼此息息相关。可眼下秦国的确是千疮百孔，重伤垂危。我不能再让他经受风雨和战争。秦国渴望休养生息，可列国却不肯给我们这样的机会。如此看来，先对付这五国强敌，那便是重中之重。驱散了函谷关外的虎狼，我们便可腾出手来对付内乱。而诸公子身后没有了列国的唆使，这闹事的心性也就会小了许多。月儿，哎呀，你可回来了！哎呀，你这模样，好似已经几年都没见到我了。是啊，你在这宣室殿一待就是一日，我都来了好几趟了，也不见你的影子。宫中事务繁杂，百废待兴，我也是身不由己。哎呦，累了。来来来，坐下说。你们这些秦人呐，无趣的很，有什么事情处理不了的啊？放在我们草原呐，谈得妥就一起喝酒，谈不妥上马开战，有什么事情处理不了？哼！万事都这样简单利落就好了。好累。今日那些伺候米叔的内侍禀报说，米叔突然兴起，跑去披香殿了。他大概还惦记着武王后的假肚子，给他争王位呢。要是知道了真相，他大概把武王后和魏夫人都恨苦了。这做梦做醒了，总会有点心痛。你们先前这个秦王啊，也算个好汉，但眼光不行，养了那么些个恶婆娘。有几个女子做女儿家的时候，不是冰清玉洁的，可到了这后宫，就菊化为止。这里看起来花团锦簇，却是最荼毒人心的地方。天寒地冻，膳房特地给惠后熬了些肉羹，望惠后保重身子，辛苦姑姑了。奴婢告退。
会后，既然做了，那就吃点吧。会后，你看。我以为甘茂弃我而去，看来他还是识时务的。依婢子看，甘茂这人是脚踏两条船，楚离子等人在背后捣鬼，他从未事先对会后提醒。公子季登基那日，他又临时倒戈，什么东西？臣子们的忠心是要有代价的。当日甘茂以为大势已去，一心想着攀新主子的高枝，只可惜他在芈月那儿是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。回头想来，还是我这条船更为稳妥。如今有了出宫符节，魏延又写了亲笔信给公子华，杜瑾也联系上了公子华，我们可以离开咸阳了。月儿，怎么了？秘书那个恶婆娘她跑了。秘书跑了？据说这2日他一直闹头疼，把身边伺候他的人全都赶走了。今日侍女给他送晚膳的时候，发现那居室里已经空无一人，他的贴身侍女珍珠也跟着一同不见了。是我疏忽了。秘书在后宫经营这么多年，有不少人得过他的好处，不仅是甘心被他驱使，还有期望他曾应许的荣华富贵。他这一跑，只怕在外面又要兴风作浪了。月儿放心，我这就去把那个恶婆娘给你抓回来。晚了，都已经过去几个时辰了，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。更何况，眼下咸阳城中兵力空虚，我已派魏冉去了函谷关，接替原来的守将。剩下的禁军里头，很难知道有多少是真正的自己人。月儿，既然如此，就由我们一群人与秦军共同把守攻进，保你安枕无忧。是你？甘相可是心浮气躁了？您怎么来了？你不知道朝廷正满咸阳在抓你吗？哦，对了，会后眼下如何？放心，此刻会后正在雍城公子华的驻地里安然无恙。正是会后叫我来给甘相问安的。公子华与会后总算联手了。世间没有永久的对手，也没有永久的朋友。公子华需要会后这个母后助他走上宣誓殿的王位，会后要靠公子华的实力打回咸阳，彼此各有所需。当然，那个芈八子也不是个容易对付的敌手。今后芈八子这个称呼不能再提了。是啊，如今要叫太后。太后，这个前所未有的称呼，叫得长吗？都将军，此言何意呀？芈月当了太后，重用处理吉雍瑞、司马错等人，冷落甘相等一干旧臣，甘相不会没有怨怼之心吧？会后和公子华视甘相为肱骨栋梁之臣，此刻会后和公子华正在雍城等着甘相呢。我留在这儿，有留在这儿的好处，眼下还不是走的时候啊。